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盗物阅览。今天咱们要聊一个超有意思的千年谜题。你说古代那些圣人，比如孔子、周公，那可是智慧的天花板，本事大到没边儿。为啥他们偏偏不去修长生不老的仙术呢？是不是就像很多人想的那样，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神仙之道？这个问题啊，早在魏晋时期就有人吵得不可开交了。而咱们今天的主角葛洪，这位道家大佬，直接在抱朴子那一篇辩问里开了一场线上辩论赛，把这个问题扒得明明白白。咱们就跟着葛洪的思路一起穿越回1000年之前，看看这场思想交锋有多精彩，顺便解开圣人不修仙的终极密码。咱们先交代下背景啊，魏晋那时候天下不太平，战乱不停，朝代换得跟走马灯似的，大家日子过得提心吊胆，就开始琢磨人这一辈子这么短，能不能长生不老，超脱生死啊？于是道家的修仙之说就火了起来。可这时候儒家不乐意了，说咱们的圣人周公、孔子都没修仙，你们这修仙就是瞎忽悠。两边吵来吵去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葛洪一看，得，我来写篇文章说道，这就有了《辩问》这篇千古名篇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咱们正式进入正题。首先咱们来听听正方，也就是质疑仙道的人的核心观点：若仙必可得，圣人以修之矣，而周孔不为之者，是无此道可知也。这话啥意思呢？说白了就是，要是修仙真能成功，那孔子、周公这种圣人肯定早就去修了，他们都没干这事儿，那就说明根本没有神仙之道。大伙儿听听，这话是不是听起来还挺有道理？毕竟在咱们印象里，圣人那可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完美存在呀，啥好事、啥厉害的本事，他们不得第一个拿下？可葛洪说了，你们呐，这是陷入了2个认知误区，咱们一个个掰扯清楚。第一个误区，把圣人和仙人绑死了，觉得圣人必须得会修仙，仙人也必须得是圣人。葛洪直接一句话怼回去：夫圣人不必仙，仙人不必圣。这句话简直是灵魂暴击啊！意思就是圣人不一定得成仙，仙人也不一定得是圣人，这俩压根儿就不是一回事儿。咱们先说说圣人。葛洪说，孔子、周公这种圣人其实是治世之圣人。啥叫治世之圣人？说白了就是专门管天下大事的。他们的使命是除残去贼，以显平暴，治理作乐，着法垂教。翻译过来就是平定乱世，打击坏人，给老百姓建立规矩，制定礼仪和法律，教化大家好好过日子，挽救那些快不行的国家。你想想，孔子这一辈子那可是忙得脚不沾地呀。他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，想去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，一路上突无凝烟，席不暇暖。刚到了一个地方，烟囱还没冒烟呢，就得赶紧走，连坐热板凳的时间都没有。他还得修订诗书，写春秋，整理各种典籍，给后世留下治国理政的规矩，还得教3000弟子，培养72贤人，就为了把自己的思想传下去，改变当时那些不好的风气。你说这么一个大忙人，每天被各种政务教务缠得死死的，央长王疾，穷年无已，一年到头忙得没个头，他哪有时间去修仙呢？修仙需要啥？需要你闭聪眼明，内视反听，闭上眼睛，堵住耳朵，专注于自己的内心，需要呼吸导引，常斋9节，练呼吸吐纳，长期吃素，保持洁净，还得入室练行，登山采药，躲在屋里修炼形体，跑到深山老林里找仙草。这些事儿跟孔子忙的那些治国教化的大事完全是2条路啊！这就好比现在的公司 CEO 每天要开10几个会，处理各种业务，你让他天天去山里打坐修仙，可能吗？根本不可能啊！不是他不想，是他的使命不允许，他的时间不允许。所以说，治世圣人的追求是治国安邦、名留青史，而仙人的追求是长生久世、超脱生死。两者目标不一样，不能用圣人没做过来否定仙道的存在。
再说说仙人。葛洪说了，仙人不必圣，修仙根本不需要你有孔子那么渊博的学识，也不需要你有周公那么厉害的治国本事。修仙的核心就3点：笃志至信，勤而不怠，能恬能静。啥意思啊？就是你得真心相信有仙道，坚定不移，然后得持之以恒，天天坚持修炼，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，还得保持内心恬淡宁静，不能有太多杂念和欲望。相反，那些特别有才华、特别会搞人际关系的高才，反而不适合修仙。为啥？因为他们杂念太多，欲望太重，一会儿想当官，一会儿想赚钱，心思根本静不下来，这都是修仙路上的绊脚石。葛洪还说，只要你能做到这3点，再得到一味大药，掌握守医养神的要领，就能长生不老了。这可比圣人忙的那些没完没了的事儿简单多了。说到这儿，可能有人会问，那皇帝不就是又治世又修仙了吗？没错，葛洪也说了，皇帝是先治世而后登仙，他既是统一部落、发明舟车的圣君，最后又得道成仙了。但葛洪强调，这只是偶有能兼之才者，就是个特例，跟中彩票似的，几千年才出一个。古代刻在泰山上的帝王有72家，其余没留下名字的更是不计其数，可唯独皇帝被记载成了仙人。这恰恰说明治世和修仙能兼顾的人太少了，不能因为有皇帝这么个特例，就要求所有治世圣人都必须修仙，就像不能要求所有运动员都必须拿奥运冠军一样，太不现实了。好了，咱们解决了第1个误区，再来看第2个误区。大家对圣的定义太狭隘了，在很多人眼里，圣就只能是孔子、周公这种搞文学、搞道德、搞政治的人，好像只有精通典籍、善于治国的人才能叫圣。但葛洪说了，圣者，人世之极好也，不独于文学而已矣。意思就是圣是人类在某一个领域达到顶峰的称号，可不是只有文学、政治领域才有圣人。为了让大伙儿明白这个道理，葛洪举了一大堆例子，咱们一个一个说，保证让你听得明明白白。先说棋圣，古代有2个人叫颜子卿、马遂明，下棋下得天下无敌，没人能打得过他们，所以大家就叫他们棋圣。就像咱们现在知道的聂卫平、克杰，下棋下到顶尖水平，就是咱们这个时代的棋圣，对吧？然后是书圣，黄象、胡昭这2个人，书法写的哪叫一个绝，冠绝一时，后世的人都学他们的字，所以他们就是书圣。咱们现在说的王羲之不也是书圣吗？道理一样。还有画圣，魏协、张默的绘画水平远超常人，开创了自己的风格，大家就称他们为画圣。现在那些画画特别厉害的大师，咱们也会尊称他们为画圣，对不对？再说说木圣，这个有意思了。张衡发明了地动仪、浑天仪，马均发明了翻车、指南车，他们的机械制造技艺巧夺天工，所以被称为木圣。放到现在，那些顶尖的工程师、发明家，是不是也能称得上木圣？除了这些，还有各种圣，伯夷坚守道义，不食周粟，饿死首阳山下，这是清之圣者，在清正廉洁方面达到了极致。柳下惠坐怀不乱，为人谦和，这是和之圣者，在温和待人方面达到了极致。伊尹辅佐商汤灭夏，以天下为己任，这是任之圣者，在担当责任方面达到了极致。还有机械之圣鲁班，治疾之圣扁鹊，战后之圣子维，就是善于看天象、预测吉凶的；卜筮之圣史苏，善于占卜算卦的；金力之圣夏禹，力大无穷的；勇敢之圣荆轲、聂政，重情重义，不怕死的；倾诉之圣夸父，跑得特别快的；知音之圣子野，特别懂音乐的；用兵之圣孙武、吴起、韩信、白起，打仗特别厉害的。这么多例子摆下来，大伙儿是不是就明白了？圣不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属，而是任何领域里的顶尖高手都能叫圣。就像咱们现在医生里的顶尖人物叫医圣，老师里的顶尖人物叫师圣，厨师里的顶尖人物叫厨圣，道理都是一样的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葛洪还引用了庄子的说法，说道有圣人之道5焉，就连大
大道，要想成为天下大道，也得有类似圣人的5种本事。咱们听听这5种本事。第一，能准确猜到别人把财物藏在哪儿，这叫明，洞察力。第二，敢于第一个冲进险境，不犹豫，这叫勇，勇气。第三，最后一个退出险境，不害怕，这叫义，担当。第四，能判断这事儿能不能干，这叫知，智慧。第五，分赃的时候能公平分派，这叫仁，公平。庄子说，没有这5种本事，想当天下第一大盗都不可能。你看，连盗贼这个不怎么光彩的领域达到极致了，都能称得上有圣道。那葛洪就反问了：何为善于道德以致神仙者，独不可谓之为得道之圣？那些通过修炼道德、领悟仙道而长生不老的人，为啥就不能叫得道之圣呢？这个反问太有力量了。既然齐圣、书圣、医圣都是圣，那先圣凭啥不是圣？既然治世圣人是政治领域的顶尖，得道圣人是修仙领域的顶尖，两者都是圣，只是领域不同，凭啥要求他们必须都会对方的本事呢？说到这儿，肯定有人不服气，会反驳说，圣人之道不得枝分叶散，必总而兼之，然后为圣。意思就是真正的圣人必须啥都会，啥都精通，才能叫圣人。你不能只懂一个领域，那不算真正的圣人。那葛洪是怎么回应的呢？他直接拿出了儒家自己的典籍和例子，狠狠打了对方的脸。首先，葛洪说，孔子门徒达者72，而各得圣人之一体，是圣事有剖判也。孔子有72个贤能的弟子，每个人都只学到了孔子某一方面的本事，而不是全部。比如颜回最擅长德行，子贡最擅长说话辩论，子路最擅长处理政事，冉由最擅长理财，他们都是圣人的分体，只精通一个领域，可照样被称为贤者，被后人敬仰。这就说明圣道本来就是可以拆分的，不用啥都懂。然后葛洪又说，颜渊具体而微，是圣事有厚薄也。颜渊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，被称为父圣，他在德行方面已经很接近孔子了，但跟孔子比还是有差距，这就是具体而微。这说明就算是同一个领域的圣，也有水平高低之分，不是非得做到完美无缺才叫圣。既然如此，为啥要求圣人必须同时会治世和修仙呢？最关键的是，葛洪引用了《易经》的说法，《易经》可是儒家的核心经典啊。《易经》里说，有圣人之道4焉，以言者上其辞，以动者上其变，以治气者上其象，以补事者上其战。意思就是圣人之道包含4个方面，靠说话吃饭的人注重言辞的精妙，靠行动做事的人注重变化的灵活，制造器物的人注重模仿自然的样子，占卜算卦的人注重占卜的结果。你看，儒家自己的经典都明确说了，圣道可以分成4个不同的方面，那为啥就不能承认修仙是圣道的又一个分支呢？葛洪紧接着反问：苟不有得道之圣，则周孔不得为治世之圣乎？既非一矣，何以当择使相兼乎？意思就是，要是不承认有得道之圣，难道周公、孔子就不能当治世之圣了吗？既然圣本来就有很多种，凭啥要求他们啥都得会呢？这个逻辑简直无懈可击呀！就像现在，你不能要求一个顶尖的科学家，同时又是顶尖的艺术家，也不能要求一个顶尖的运动员，同时又是顶尖的医生。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，能在一个领域做到极致，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为啥非要强求他们面面俱到呢？好了，咱们说到这儿，可能又有人会问了，就算圣道可分，就算圣人没时间，那为啥偏偏是周孔不修仙，而有的人就能修仙呢？这背后是不是还有更深层的原因？葛洪说了，有，而且是根本原因。仙道有命，非强求可得。啥意思呢？就是能不能修仙，能不能成功，从你出生那一刻起就注定了，这是天命。葛洪引用了一本叫《御前经主命源》的书，里面说，人之
吉凶，志在节胎受气之日，街上得列数之精，其执圣数则圣，执贤数则贤，执文数则文，执武数则武，执贵数则贵，执富数则富，执剑数则剑，执平数则平，执寿数则寿，执仙数则仙。这话听起来有点玄乎，咱们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一个人的吉凶祸福、富贵贫贱、咸鱼寿夭，甚至能不能成仙，在妈妈怀孕的那一刻就定了。因为人在刚形成胎儿，接受生命之气的时候，会得到天上星数的精气。如果遇到的是圣数，你将来就会成为圣人；遇到仙数，你就有修仙的资质；遇到文数，你就会文采出众；遇到武数，你就会勇武过人；遇到贵数，你就会当官显贵；遇到富数，你就会家财万贯。而且天上的星宿还分很多种组合，有神仙圣人之术，就是既注定是圣人又能成仙，比如皇帝；有治世圣人之术，就是注定要治理天下的，比如周孔；还有兼二圣之术，就是既能治世又能成仙，不过这种特别少见；还有贵而不富的，富而不贵的，先富后贫的，先贵后贱的，忠孝的，凶恶的，各种星宿组合，说都说不完。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定命。古代有个张车子之说，讲的就是命运天定的道理。葛衡说，如果你没得到仙术的精气，没这个修仙的命，那你从心底里就不会相信有仙道，更不会去追求它。就算偶尔想试试，也肯定学不会，修不成。咱们看看现实中的例子是不是这样？从古到今，有很多才华横溢、明事理的人，偏偏就不相信有神仙；而有些看起来平平无奇、没啥文化的人，反而能通过修习得道成仙。有的人见识广博，啥都懂，可就是在仙道这件事上转不过弯；有的人其他方面啥都不会，可偏偏就能领悟仙道的真谛。这不是天命注定是什么呢？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不是宿命论吗？有点迷信啊。但咱们得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，葛洪之所以这么说，是为了回应为啥周孔不修仙这个问题。不是仙道不存在，而是周孔的命里没有仙术，他们注定是治世圣人，所以他们既不会相信仙道，也不会去追求仙道，这是天生的，没办法强求。除了天命这个根本原因，还有一个现实原因，道家的仙术太保密了，圣人根本没机会接触到。咱们都知道，道家向来把仙术当成宝贝，保密仙术不会随便传给外人。他们选徒弟的时候，那叫一个严格，由上检责，得经过长期的考察，看你是不是真心求道，有没有坚定的信仰，品德好不好，资质够不够。只有通过了层层考验，师傅才会把仙术的核心要领传给你。对于那些本来就不相信仙道，也不主动来求的人，比如周公、孔子，道家弟子为啥要把仙术传给他们呢？既不能话令信之，又将朝吃素棒。你跟他们说修仙，他们不仅不会相信，还会嘲笑你、诽谤你，说你搞封建迷信。换作是你会把自己的宝贝本事传给一个不相信你还会骂你的人吗？肯定不会啊。而且得道之士的生活方式也跟普通人不一样，他们与世人异路而行，异处而止，喜欢远离世俗，躲在深山老林里隐居，不跟普通人交往，不掺和世俗的事儿。隔千里，有恐不足以远烦劳之功；绝轨迹，有恐不以面回辱之丑。就算跟世人相隔千里，他们还担心不够远，怕被世俗的烦心事打扰；就算把自己的行踪藏得严严实实，还担心不够彻底，怕被人诽谤羞辱。在他们眼里，金钱、地位、权力都跟粪土一样，根本诱惑不了他们。他们连荣华富贵都看不上，怎么可能主动跑到大街上跟别人宣扬我会仙术，快来学啊？根本不可能。而周公、孔子呢？他们一辈子都在忙着治国教化，周旋于各国诸侯之间，跟官员弟子打交道，从来没主动去山里找过仙人，也没说过要学仙术。一边是躲着世人的得道之士，一边是忙着世福的治世圣人，这俩群体根本就没机会碰面，更别说传授仙
仙术了。所以葛洪说，这就是周孔无缘而知仙道的原因，不是仙道不存在，是他们没机会接触到。说到这儿，可能还有人不死心，会说，就算圣人没机会接触，就算他们没时间，可他们是圣人啊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就算没人教，他们自己也能悟出来呀。这就又回到了咱们最开始的那个认知误区，觉得圣人是万能的、全知的。但葛洪说了，圣人也是人，他们也有很多做不到的事，也有很多不知道的事。咱们先说说圣人的生理局限。葛洪说，圣人不食则饥，不饮则渴，灼之则热，动之则寒，踏之则痛，任之则伤，岁久则老矣，损伤则病矣，气绝则死矣。这话太实在了，圣人也要吃饭喝水，饿了渴了也难受，冷了会冻着，热了会中暑，被打了会疼，被刀砍了会受伤，年纪大了会变老，生病了会难受，气绝了也会死。在这些最基本的生理方面，他们跟咱们普通人没啥区别。他们之所以显得超凡，只是在才华、品德、智慧这些方面比普通人强，可不是真的神仙，啥都能做到。葛洪还举了例子，小小的技艺尤多不贤，使之跳丸弄剑，御风投匣，履登窗，踢盘圆案，根挂万仞之俊俏，游泳吕梁之不测，手扛千钧，足蹑金标，抱虎砍豹，揽飞劫矢，凡人为之，而周孔不能，况过于此者乎？咱们翻译成大白话就是，就算是一些小小的技艺，圣人也大多不会。比如让孔子、周公去玩跳丸弄剑，就是手里扔球耍剑；去登高爬低，比如踩高跷爬竹竿；去游泳涉险，比如横渡大江大河；去力扛千钧，举几百斤的东西；去跟老虎、豹子搏斗，去接飞过来的箭。这些事儿有些普通人都能做到，可孔子、周公肯定做不到，连这些小事儿都做不到，更何况是比这些难得多的修仙之术呢？再说说圣人的认知局限，很多人觉得圣人无所不知，可实际上孔子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，这些事儿都记在儒家的典籍里，可不是葛洪瞎编的。咱们一个个说。第一件事儿，完山上有一种鸟，它的叫声听起来就像麦声送死。孔子听到后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鸟，也不知道这叫声啥意思。你看，圣人也有不认识的鸟吧？第二件事儿，闻泰山妇人之哭，问之，乃知胡使其家三人，又不知此妇人何以不袭去之意，须达乃悟。孔子路过泰山的时候，听到一个妇人在哭，哭得特别伤心，他就过去问。妇人说，她的公公、丈夫、儿子都被老虎吃了。孔子又问，那你为啥不搬家呢？妇人说，因为这里没有苛政啊。孔子这才明白，原来苛政蒙于虎。你看，圣人也有想不通的事儿，得问了才知道。第三件事，见罗雀者，纯得黄口，不辨其意，问之乃决。孔子看到有人在捕鸟，捕到的全是幼鸟，黄口就是幼鸟，他就纳闷了，为啥只捕幼鸟呢？他过去一问才知道，幼鸟还没学会飞，飞得慢，飞得低，更容易捕捉。你看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圣人也得问了才明白。第四件事，急欲葬母，不知父墓所在，须人与之，既定墓崩，又不知之，弟子告之，乃泫然流涕。孔子小时候父亲就去世了，他想把母亲和父亲合葬，可他根本不知道父亲的坟墓在哪儿，最后还是别人告诉他的。坟墓修好后突然崩塌了，孔子一开始也不知道，还是弟子告诉他的，他才伤心的哭了。你看，圣人连自己父亲的坟墓在哪儿都不知道，也不是啥都清楚。第五件事，又疑颜渊之道时，乃假言欲祭祀先人，补多臣之虚伪。有一次，孔子和弟子们被困在陈蔡之间，没东西吃。颜回好不容易找到一点米煮成粥，孔子正好看到颜回用手抓粥吃，就怀疑颜回偷吃，于是孔子就假装说，我想祭祀祖先得用干净的粥。颜回说，不行啊，刚才有灰尘掉进粥里了，我把有灰尘的那块粥抓起来吃了，这粥不干净了。孔子这才知道是自己误会颜回了。你看，圣人也会犯错误，也会有不知道的真相。第六件事，救坟又不知伤人马否。孔子家的马厩失火了，孔子听到消息后，第一句话问的是伤人了吗？却没问马怎么样了。这说明他当时也不知道有没有伤到马，并不是无所不知。第七件事，颜渊后便谓之已死。颜渊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，颜渊去世后，
孔子特别伤心，就说颜渊死了。可他根本不知道颜渊有没有可能通过修仙长生不老呢？他不知道，因为他对仙道一无所知。第8件事，周流70余国，而不能逆之，人之必不用之也。而萋萋惶惶，习不暇温。孔子周游列国70多个国家，想找个国君重用他，推行自己的主张。可他到最后也没预料到，这些国君根本不会重用他，还是白忙活了一场。你看，圣人也不能预知未来。第9件事，不知匡人当为之而游其途。孔子路过匡地的时候，根本不知道匡地的人会围攻他，还偏偏从那儿走，结果被匡人围了好几天，差点出事儿。你看，圣人也有不知道的危险。第10件事，问老子以古礼，礼有所不解也。孔子曾经专门去拜访老子，向老子请教古代的礼仪，这说明在礼仪方面，孔子也有不懂的地方，也得向别人学习。第11件事，问郯子以挪冠，冠有所不识也。古代有个叫郯子的人，他知道挪冠就是古代用鸟的名字命名的官职，孔子不知道，就专门去请教郯子。这说明在古代官职方面，圣人也有知识盲区。第12件事，行不知经而使人问之，又不知所问之人必击之而不告其路。孔子出行的时候，不知道渡口在哪，就派弟子去问路人，可他没想到那个路人看不起他，不仅不告诉他，还嘲笑他。你看，圣人也有考虑不周的地方，也有不知道的人情世故。这么多例子摆下来，大伙是不是就明白了？圣人并不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，他们也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，也会犯错误，也会有搞不懂的道理。既然如此，他们不知道仙道，不会修仙，又有什么奇怪的呢？怎么能因为圣人不知道，就说仙道不存在呢？除了这些，葛洪还举了很多当时人们都知道的奇人异事。这些事儿普通人能做到，可周孔做不到。比如荡人水居，有些少数民族长期生活在水上，游泳、划船样样精通，就像在陆地上生活一样。周孔能做到吗？肯定不能。比如梁母火化，传说有个叫梁母的人去世后，身体自己就火化了，这是修仙得到的一种表现。周孔能做到吗？肯定不能。比如伯子耐之热，仲都堪酷寒。有个人叫伯子，能在40度的高温天里不觉得热；还有个人叫仲都，能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不觉得冷。周孔能做到吗？肯定不能。比如左慈兵解而不死，三国时期的左慈被士兵追杀，脑袋都被砍了，可最后却通过兵解的方式成仙了，根本没真死。周孔能做到吗？肯定不能。比如干屎修良以精岁，干屎这个人能1年不吃饭，只靠呼吸空气维持生命。周孔能做到吗？肯定不能。还有范蠡见灼而不入，范蠡被人用刀砍，刀刃根本砍不进他的身体。别令流失而更生，别令的尸体顺着江水漂流，最后竟然复活了。少谦执百鬼，少谦能制服各种鬼怪。长房缩地脉，费长房能把千里之外的地方变成近在眼前。仲甫假行于沉浮，仲甫能变成野鸭的样子飞走。张凯吹嘘起云雾，张凯吹一口气就能变出云雾。这些事儿周孔都做不到，可确实有人能做到。这说明啥？说明圣人并不是万能的，不能因为圣人做不到就否定这些事情的存在。说到这儿，可能还有最后一批人不服气，会说不对，周孔不是做不到，是他们不想做，他们啥都会，就是觉得修仙没用，所以才不去做。面对这种死鸭子嘴硬的说法，葛洪的反驳简直太绝了。他说：必不求之于铭文，而止之以空言者，吾便可以谓周孔能振河翻飞，翱翔八极，星云致雨，移山拔井，但不畏耳。翻译成大白话就是：如果你们不拿典籍记载和实际事实当依据，只靠空口说白话，那我也可以说周孔子能展翅高飞，飞到天上去，能呼风唤雨，能移山填井，他们只是不想做而已。这种没有任何证据的话，谁不会说？
葛洪还说：“一不以计及见事为据者，复何汉哉？如果不把事实当回事儿，只靠瞎猜，那任何荒谬的说法都能成立。你说周孔能修仙，但不想修；我说周孔能上天，但不想上，有啥区别？都是没有证据的胡说八道。”紧接着，葛洪还顺着他们的逻辑编了一个更有意思的假设：必若所云者，无以可以言周孔皆已升仙，但以此法不可以训示，孔人皆知不死之可得，皆必悉为供养，费尽患而登微服身，以修私道，是为家无父子孙，国无父臣立，忠孝并丧，大伦必乱，故周孔密自为之，而密不告人，外托忠王之行，内有上仙之实。意思就是，要是按照你们的逻辑，我也可以说周公、孔子其实早就得道成仙了。他们之所以不告诉别人，是因为修仙之法不能用来教化世人。你想啊，如果所有人都知道长生不老能实现，那谁还愿意赡养父母、养育子女啊？谁还愿意当官从政、为国家做事啊？大家都跑到深山老林里修仙，或者跳进江河里找仙草，那家里就没子孙了，国家就没官员了，忠孝之道就没了，人伦秩序就乱了。所以周孔才偷偷的修仙，对外假装去世了，实际上早就得道成仙了。葛洪反问：如此，则子亦将何以难无乎？亦又未必不然也。你们看，按照你们的逻辑，我也能说出这样的话，你们又能怎么反驳我呢？而且这事儿也未必不是真的。为了支撑这个假设，葛洪还引用了《灵宝经》的记载。《灵宝经》有正畸平衡、非规受止，凡3篇，皆仙术也。吴王伐时以至公事，而于何时之中得子闻金简之书，不能读之，使使者迟以问仲尼，而欺仲尼曰：“吴王闲居，有赤阙降书以至殿上，不知其意，故远兹成。”仲尼以示之曰：“此乃灵宝之方，长生之法，禹之所辅，隐在水邦，年其天地，昭于子庭者也。禹将先化，封在名山石函之中，乃今赤阙降之，待天授也。”这段记载说的是吴王派人开凿石头建宫殿，从石头里挖出了一本用紫色文字写在金简上的书，没人能看懂。吴王就派使者去问孔子，还骗孔子说吴王闲居的时候，有一只红色的鸟衔着这本书飞到宫殿里，我们不知道啥意思，特地来请教你。孔子一看就说，这是《灵宝经》里的仙术，是长生不老的方法。大禹就是靠这个得道成仙的，他把这本书藏在水里的国家，后来封在名山的石盒子里，现在被赤阙衔出来，这是上天赐予的啊！你看，孔子其实知道修仙之法，还知道大禹是修仙成仙的。既然他知道，那谁能保证他没有偷偷修仙呢？说不定他真的像葛洪假设的那样，早就得道成仙了，只是没告诉别人而已。说到这儿，葛洪终于总结了核心观点：人所好恶，各个不同，喻之以面，岂不信哉？诚合其意，虽小必为也；不合其神，虽大不学也。意思就是每个人的喜好和厌恶都不一样，这就像每个人的脸都不一样，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？如果一件事儿符合你的心意，就算是小事儿你也会去做；如果不符合你的志趣，就算是天大的好事儿你也不会去学。咱们看看历史上的例子，有人就喜欢吃苦的，讨厌甜的；有人就喜欢赚钱，不在乎道义。儒家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，可历史上有多少人拒绝了帝王之位、四海之富，跑到山里隐居钓鱼为生？比如许由、朝父。尧想把天下让给许由，许由觉得污染了自己的耳朵，跑到河边去洗耳朵，根本不稀罕。儒家还说男女饮食，人之大欲存焉。可也有很多人放弃了山珍海味，不娶妻妾，跑到山里隐居，每天喝泉水，吃野果，活得逍遥自在。这样的人也太多了。人人都喜欢漂亮的美女，可皇帝偏偏娶了相貌丑陋的魔母；人人都喜欢香喷喷的东西，可海上有个女子偏偏跟着一个满身恶臭的丈夫，怎么劝都不离开。周文王喜欢吃不好吃的腌菜，觉得比祭祀用的牛羊猪还香；魏明帝喜欢听锤子、凿子敲打石头的声音，觉得比丝竹乐器还好听。这些例子都说明，每个人的喜好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没有统一的标准。周公、孔
子的志趣就是治国教化，就是让天下太平，百姓安乐。他们对修仙长生根本不感兴趣，所以他们不修仙，这是他们的选择，而不是因为仙道不存在。最后，葛洪用一句特别形象的话总结了全文：是则三公不照覆盆之内也。要求因为周公不修仙就否定仙道的存在，就像责备太阳、月亮、星星不能照到倒扣的盆子里面一样。不是三光照不到，是盆子挡住了光线；不是仙道不存在，是周孔的人生轨迹和志趣选择让他们没有接触到仙道。好了，讲到这儿，咱们这场千年思想辩论就差不多结束了。最后，咱们再来总结一下葛洪在辩问里的核心观点，帮大家梳理梳理。第一，圣分两类，各司其职。一类是治世之圣，比如周孔，使命是治国安邦，教化百姓；一类是得道之圣，比如黄老、大禹，使命是修仙长生，超脱生死。两者都是圣人，只是领域不同，不用互相兼顾。第二，圣无定域，多元并存。圣是任何领域的顶尖称号，奇圣、书圣、医圣、仙圣都是圣，不用把圣人局限在文学、政治领域。第三，仙道有命，非强求可得，能不能修仙是天命注定的。人在出生时就有了修仙的资质，或者没有，不信不求的人肯定修不成。第四，道家秘传，圣人无缘。道家仙术不轻易传人，得道之士有避世隐居。周孔忙着治世，根本没机会接触仙术。第五，圣人非万能，亦有局限。圣人也是人，有生理和认知的局限，不是啥都知道，啥都能做，不能用圣人不为来否定仙道。第六，人各有志，尊重选择，每个人的志趣不同，周孔选择治世，仙人选择修仙，都是合理的，不用强求一致。其实葛洪这篇文章并不仅仅是在为仙道证明，更是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：世界是多元的，价值是多样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和追求，不用用单一的标准去衡量一切。放到现在，这个道理依然适用。咱们身边有很多人，有的在事业上打拼，成为了行业精英；有的在家庭里付出，守护着幸福美满；有的追求精神自由，活得逍遥自在。这些选择没有高低之分，只要是自己喜欢的，愿意为之努力的，就是有意义的人生。而且咱们也不能因为自己不了解、不认同，就否定别人的选择。就像有些人不相信修仙，这很正常，但不能因此就说修仙之道不存在。有些人不喜欢平淡的生活，喜欢冒险，也不能因此就说冒险是不对的。圣人不是万能的，我们普通人更不是。我们要承认自己的局限，也要尊重别人的局限；我们要坚持自己的追求，也要尊重别人的追求。这样，这个世界才能更加丰富多彩，我们每个人也才能活得更加自在，更加幸福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。希望通过这篇鲍朴子内篇辩论的解读，大家能对圣人、对仙道、对人生选择有一个新的认识。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问的、想聊的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咱们下次再接着聊，拜拜。